好了，来看一下科纳米 SFC 啊，超级 FC 这个视频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诚惶诚恐啊，也是恶魔城的这个老牌玩家了啊。大家伙知道我解说恶魔城3啊，就恶魔城世界。然后这个恶魔城世界呢，我经常这个说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啊各种路线啊各种路线。然后这一手啊恶魔城。那这就是你提供给我的录像吧？这次的这个录像呢，这个你说也是啊，传说中的这个叫什么？传说中的这个1代的主角是吧？是不是1代的主角？这个我说一下啊，这个游戏呢，大家伙都知道啊，这个恶魔城是整个这个家用机系列当中经典当中经典，无论是 FC 版本啊，无论是 FC 版本，还是说咱们刚才有人说的月下。说这个恶魔城4在这个 SFC 当中啊，说跟月下一样经典。我们看片头呢，就有一种那个沧桑感，但是我们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啊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说我就不太了解啊，就一个建筑土木工程系的一个吸血鬼，他招谁惹谁了？我是真服了啊！你说那个德古拉，他到底是招就跟这个什么这个家族，叫什么什么贝什么家族，说这有病啊你们抢亲啊，对吧？人家好好的一个土木工程系的一个大手子，对吧？据说什么什么各种是吧？什么美国什么世贸大厦呀，什么对吧？白宫啊，五角大楼啊，都是他建的。你说你人家好不容易整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城，让你就给搞了，气死了啊，对不对？恶魔城首次8方向攻击，刚才你们也看出来啊，对啊，你看垂直朝上垂直朝下，然后呢这个左下右下左上右上啊，确实也是这个很强势啊。然后最强的这个吸血鬼猎人应该就是1代的主角，就是这个 Simon 啊，这个但是呢他一个人就可以封印这个德古拉啊，这100年就过去了啊。但是呢他妈的按照这个寿命来讲，感觉他好像一辈子只能封印1次啊。除非他活到120多岁，对吧？他20岁的时候开始封，然后活到120岁，我估计得老到牙了啊，那白扯了，对不对？反正德古拉确实很苦啊。这个恶魔城系列呢，其实如果说咱们这个冒冒 GD 啊，不就是咱们玩这个游戏啊，其实可以把各种系列都玩一玩。但是事实上呢，我小的时候我先接触的恶魔城真的不是 FC。也不是这个什么恶魔城1、2、3，包括这个 SFC 上的这个恶魔城4，我最先是看别人玩那个月下吧，就是好像就可以刷东西，然后可以那个在那个好的直接就干掉了，这是亡灵军团，这个啥也不是啊，就他啊骑了个载具上了瞬秒，对吧？嘟。然后那个我记得还有那个反方向的，就是说它什么样的，就可能是反重力系统啊，就是说咱们呢就是地图是反过来的，咱们上是下，下是上的，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印象。然后呢这个游戏的手感特别好。好，这撇的这个十字架回旋镖的感觉啊。好，哎呦，从地下伸出一只神之右手啊，一只紫色的大手。德古拉建房负责拆，最牛拆迁户的啊，拆迁大户啊。但是这个恶魔城4代我还没有见识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是不是也有那种地方可以利用挨打然后受伤，然后一个反跳直接跳到那个哪儿啊？我记得恶魔城3它最有意思的是跳的时候呢，落地的时候还有一个下蹲的那个单膝跪地的那个姿势啊，还挺帅的啊，这里面也没有了。好，恶魔城这个系列确实是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 IP， 但是呢，说句实在话，游戏虽然说固然经典，但是很多人还是对这个剧情不太感冒啊。比如说我狼，小的时候呢，我就不喜欢看吸血鬼题材的，包括后来有很多吸血鬼题材，比如说那个我之前说的那个，咱们国内也有那个，咱们香港电影那个叫什么？那还有什么陈冠希啊、Twins 啊什么的啊，还有千机变啊，就是那种，还有什么我跟僵尸有个约会，里面任达华好像是怎么回事的啊？这个路子，好，哎，这里面这个烧腿啊，这个卡这个大腿不也是吗？啊，确实是这个路子啊。
好，对，我就记得用那个月下可以刷出一个什么东西，这个就跟那个什么似的，这个《龙与地下城》里面那个暗黑密影里面有一个魔剑啊，如果你把那魔剑就是你解锁了之后啊，就是非常厉害啊，一样的。好，走太空步就是你走到楼梯上可以倒着走是吧？倒着走的这个路子。好了，可以看到这个小东西要打2下才能打死啊，好嘚儿的啊！来看看这关的 BOSS， 这美杜莎，这啥啊？这是啊，直接就秒了，发生什么事了啊？这是个小 BOSS 啊。好，然后再就是什么呢？再就是什么暮光之城，是不是也是吸血鬼的？我个人感觉啊是挺嘚儿的。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说啊，按照现有这个理论啊，按照现有理论说吸血鬼呢对吧？这个又怕什么银质的东西，然后又怕什么那个宗教的这个对吧？然后呢说它只吸血。但是呢，根据科学认证啊，如果按照科学的角度来讲，有机生物啊，你吸血鬼也是有机生物是吧？你光吸血的话，你肯定是你要饿死的啊！你不仅要饿死，而且你会不健康啊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就是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这个意思啊？所以说吸血鬼就纯的是吹牛逼，就是。好，反正呢，咱们速度还是蛮快的啊。这里面呢，我就想说一件事儿啊，这个德古拉这个设定就是说你杀不死只能封印，那是不是跟那个大土木一族，就是《火影忍者》里面那个大土木叫什么？哎呦，这个泥人，你看这个系统也是有这种设定啊，屏幕上中的这个目标一多就会出现卡顿的这个效果。大土木的那个辉夜也是杀是杀不死的，只能封印，那比较赖啊。吸血鬼就是一种病。这个我知道，我不知道大家伙儿知不知道有一种病毒叫软病毒啊。这个软病毒呢，这个软病毒这个软啊，它是一个月字旁加个圆啊那个字儿吧，反正翻译过来是这个字儿。它这个软病毒就像很多人知道那个什么疯牛病什么的，对吧？就是那里面，反正这个软病毒呢跟所有的病毒不一样，有的病毒呢，或者说有的对吧？有的细菌是细菌，有的病毒呢是一种生命啊，病毒是一种有智慧的生命，兄弟们。而这个他妈的软病毒就是蛋白质，它是一种蛋白质啊！你像这个吸血鬼是不是也是一种，某种意义上来讲，吸血鬼是不是也是一种这个软病毒附体了？像什么疯牛病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这地方利用挨揍哈，好的，出现了，经典利用挨揍，然后跳到这个台阶上啊，没毛病啊。如来佛祖，那如来佛祖那明显他就是一个宗教的一个。对吧？一个人物啊，当然你要如果说是真有这个人儿，但是你要非要说他不吃东西，那是纯扯犊子啊，对吧？那是《西游记》，那是。好，这是利用这个锁链，金银锁链，裤裆开线啊，这个路子啊。反正这个软病毒挺狠，就是真实世界当中啊，真说是有这个什么呢？真说是有这个叫什么？叫这个丧尸的，对吧？就是如果说是你像什么那个，在美国现在不有那个什么那个鹿就是叫什么鹿啊？叫风鹿啊，这个鹿就跟丧尸鹿似的啊。英国好像也有，现在基本上全是丧尸鹿。虽然说丧尸鹿呢，这个它不传染给人，但是它确实是丧尸啊，有那种属性啊，各种攻击同类。然后再就是那个疯牛病，对吧？吃了疯牛病之后呢，会得那种啊一种病啊，那种病基本上就是得完之后啊，人整个就崩溃了啊，就跟绝症没什么区别，是无法治疗的啊。后来有人在那个土著的那个里面啊，就是说有人吃人的这个效果。什么叫人吃人呢？就是说你像有一个土著，就是他吃那个人，就是比如说自己的这个对吧，部落的这个长老死了之后呢，他这个要所有人一起要把这个长老的大脑吃掉啊，要吃掉这个大脑的话，就会得一种病啊，这个病呢就是就是这种感觉啊。你像吸血鬼有没有可能也是一种病呢？对吧？有可能吧啊。然后呢，这个里面跟大家伙讲，就是那个。就是为什么古代的时候呢，就是现在为什么咱们是传染不了这种病，目前是传染不了啊，或者说极难啊，在逻辑上是不可能传染的啊，在数学上可能是有极低的几率啊传染的那种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这个软病毒是不是他妈的
对吧？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啊，就是说，就是古代的时候啊，就有人吃人的时候啊，还有那种食人族，对吧？食人族部落，他们可能就会有这种病。我前2天我记得我看了个电影，那个电影就讲啊，就是一个男的啊，他就是啊，他是有什么事儿了之后呢，去这个芬兰旅游吧，然后结果呢，这个就被人盯住了，被人盯上了之后呢，他就被人抓走了之后，对吧？被人抓走了之后呢，这帮人就把他大腿给卸下来，然后要吃他大腿，然后养着。然后那里面那个食人族的这个女的呢，就是挺可怜他的，就给他包扎好了。后来他把这女的救了啊，这一家人，你不知道大家伙看没看过那个电影，叫啥我忘了，特别狠啊。它不是那种传染，你要是吃疯牛的话就会传染。现在是这种啊，就是它不是病毒啊，它不像病毒，病毒是什么呢？就可能通过空气啊，通过这个血液呀之类的，对吧？这个疯牛病通过蛋白质传染，我操！你这他妈咋整？现在那个英国那个疯牛，对吧？这个英国的这个疯牛病啊，好，这个疯牛病的这个牛现在还有好像还有好几万吨啊，现在就是一直在销毁。怎么销毁呢？必须要高温给它煮熟了之后，然后整碎了之后再焚烧啊，再高温焚烧才会彻底消灭这个东西。你们看过那个食神？那个食神里面这么说的，说如果要是食用了这个英国，对吧？我有一个牛肉，有一批牛肉很便宜。他说你是不是用了英国走私牛肉？吃完这个牛肉，对吧？这个有可能就会得那种病啊。但是呢，也不是说吃了就会得，但是肯定是不健康的啊。好，这大骷髅，我们看看。我操，感觉好像特意把屏幕整卡一样。这骷髅下来被这个十字架回旋镖直接就给镖死了啊！太凶了啊，这个。而且这个恶魔城4这个 SFC 是个良心之作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发生什么事了。这个地图怎么了？啊，咱们拴到这个顶上，然后一拽，整个世界歪了。看不看见？这可是一个 SFC 游戏啊，兄弟们。这个脑洞非常大，为什么这个游戏是经典？好，你看这链子往下还能拦住啊，这个设计非常嘚儿。你看，这应该是把板都备好了啊。嘟，狼哥我爱你，我想去你那混吃混喝，你先送一张办卡再说啊，逼逼赖赖的啊，就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说怎么回事啊？好，一顿悠。这玩吊环玩的好啊！哎，感觉这个大腿真的，这个肌肉可以啊。好，来看看这个，哎，这个地图是滚状的，看不看见？这地图是滚状的，非常有代入感啊。OK， 感谢我们的怪咖哥一手大金卡啊，对吧？这你混吃混喝就行了，来这儿没有别的啊，来这儿没有别的，这个肯定是亏待不了你，一手挂面啊，一手挂面配老干妈啊，没问题，小事儿啊。头晕了，你们看这个会头晕？不会吧？对吧？如果你女朋友知道咱俩玩这个会头晕的游戏，你女朋友不会揍我吧？好可怕呀，你女朋友不像我只会心疼哥哥，对不对？那怎么你们有3D 眩晕症吗？这也不是，其实它都是伪3D 啊，就是说白了就是伪造的，说白了就是给你一种视觉效果，而且它连 2.5D 都不是。其实你们看那个电影院的3D 电影，其实也是假的，知道吧？它也是伪装的，它通过那个眼镜欺骗你的眼睛，然后告诉你是3D 的那种效果。以后要看的话，还是要看那个全息投影。我去狼嫂那白吃白喝去，白吃白喝吧。柱哥来肯定不能那么抠啊，怪咖哥来只能说用一句这个什么，用一句这个。这个叫什么来着啊？这个开水煮面条配老干妈啊。柱哥来的话呢，就是那个
一手那个大米饭炒鸡蛋啊，吃完保护前列腺啊，没毛病啊，还能下锅啊，对吧 ？SFC 必先怪杰没见识过呀。好了，就回旋镖。我操，这个泥人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是石头人啊！好了，老娘跟你拼了！反正咱们现在血量比他多，随便打啊！再撇 ，KO。这是一个，哎呦我操，赌，可以的啊！网上白嫖，线下还白嫖，喝一口80年的饮料。杜如，什么都万物皆可杜如啊！怒之铁拳的这个声音确实好听，该说不说。好了，这个心该吃啊，咱们练的技能是要浪费心的，知道吧？啊，好，感谢我们的豆齿鲮鱼炖土豆哥以2手大金卡支持我了。好，这个东西可以打掉的啊，第一时间没打掉。白面馒头，哎呀，这个其实，在牡丹江啊，就特别牛逼啊。我觉得牡丹江呢，其实也有好的地方，虽然说现在人口流失特别严重，就业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说白了赚不到什么钱，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发展。但是呢，牡丹江有个特别牛逼的地方，就是物价便宜啊，是真便宜。而且这里我还要跟大伙儿说一句啊，说你们可能不相信啊，跟哈尔滨比，它便宜个逼行，它甚至比我的老家还便宜。你看我的老家的房价大概是1000到1500，那更便宜吧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但是呢不一样。咱们就说最基本的东西，在我们老家吃一碗兰州拉面的话，是这样的，小碗9块，大碗10块；一碗安徽板面的话，小碗9块，大碗10块，而且是不给你一个鸡蛋啊，不给你鸡蛋的。而这个在牡丹江是从去年的年底才刚刚加的价啊，加到了小碗8块，大碗9块，还给加蛋啊。如果去年这个11月之前，它是什么样的呢？它是小碗7块，大碗8块的。而我们呢，早就在大前年的时候就已经是9块10块了。然后我就问这个饭店老板，我说发生什么事了啊？我说怎么回事？他就说小狼啊，那个我告诉你啊，你要知道啊，比如说我要做这个面，你知道这一袋面运到咱们这里需要多少钱吗？我说那你多少钱呢？这玩意儿国家粮食最基本的东西，对吧？但哎，确实是这样，在牡丹江确实是，而且就量方面上来讲啊，牡丹江也是给的还算多一点。好，来看看这个灯，我操，这个灯比人大好几倍啊！这个灯太狠了啊！为什么要暂停？发生什么事了啊？噔噔噔噔，我操！对，是林业局的，对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1000多，你别闹了。1000多那是楼房，好吧？你要贼偏的楼或者贼偏的平房，说白了啊，在我们那儿什么呢？就是最新的楼可能能卖到1700啊，最新的楼。装修肯定是比房价贵得多啊！你随便来一个中等装修就比房价贵了。就是比如说你这个装修是号称这个精品装修，1平米和大概是1500块钱，你装修钱比房价贵，大哥你就不用想。好，所以说我就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啊，真的你要有一手，我操，这个妹儿好看啊！如果现在你有一手德古拉作为朋友，对吧？你跟德古拉说，你给我建一个恶魔城，建一个城堡，我操，你有这个哥们儿，你无敌的好吧？对不对？1700，大哥，1700是最新的房子，最新的房子位置还好，真的，就是楼王啊，也没啥楼王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像我家那个房子，现在能卖8万多，8万5到9万之间。我们那是我那个房子是最好的房子，身后啊就是那个学校，就是唯一的一个小学。啊，唯一的一个小学，整个我们所有的林场，就是所有的林场都已经没有小学了，啊，只有一个小学就在那儿，然后距离中学也不远，
然后距离公安局就是楼下就是公安局啊。我再说一遍，所以说，整个城市的枢纽离这个火车站也不远，反正就这个意思呢，地方也不大。然后呢，能卖个8万9万，80多平，82平83平，能卖8万5到9万之间。装修好的啊，还是装修好的啊，而且还带一个仓房啊，对，还带个仓房，仓房可以单卖，但仓房可以单卖个5000，大概是这样的。一个人住城堡，哎呀嗨，这个城堡我就喜欢古典一点的。有人喜欢带有科技感的装修啊，我喜欢古典一点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。好，为什么又要暂停？它这个暂停看时间的啊，这里面我们暂停的时候肯定是要快进一下，否则非常尴尬啊。非常尴尬。这个山里人是哪个林业局的呀？我说的不是1平方，是1套。什么？不是1000多1平方，我说8万多那是1套，好吧？宁安的啊，宁安离这近，不远的啊。好，来看这都是大棺材的感觉啊！这棺材成精了，你看不见？这个游戏挺有节奏感的，你看，咱们玩的这个动作流畅性很高，但是这个怪物不一样。好，来看看餐桌，然后还有人呀，幽灵在跳舞，非常优雅。我感觉这德古拉其实非常优雅的啊，没毛病的啊。呀，我们晨晨爸爸来了啊！我们晨晨爸爸就果然哇！发生什么事了啊？这个没有刚才说那个在吃宵夜，然后呢，这个一会儿再来看。我说今天刚才可能是来了，然后没看到我在啊，说去吃宵夜去了，然后直接就来一手双飞，啊，直接就来一手双飞。我们看看，这秒了，这个 boss 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个 boss 啊，这就秒了，这都是服了啊，这真是服了。这个 boss 感觉比刚才那个骷髅还惨。好像是一个老头和一个女的跳舞，然后直接被秒了。我今天就不吹了吧？今天还吹啊？今天吹的话，只能是把车开回家，然后再吹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今天开车来的啊，是吹几瓶？不是，不是昨天我吹了5瓶啊！我回家，我跟你讲啊。如果说喝酒的话，你们记住啊，就是慢拉，就是慢点喝这个酒，可能你能喝10瓶，但你喝得快，你顶天能喝6瓶，它会打折的啊。昨天我就喝多了，昨天我回家我牙都没刷，我直接回家就着了，我一觉睡到早上6点50，然后上了个厕所，困得要死，然后又继续睡到12点，能晓得吧？啊，真的是这样的。8万就买个车位，我实话实说，就是牡丹江作为哈尔滨、齐齐哈尔、牡丹江、佳木斯，作为这个牡丹江，我们现在这个城市啊，也是降的非常厉害。它降到了多少呢？我这么跟你说，你就明白了啊。大概是现在4000多就能买一套不错的市里的房子，就是我说的就是1平啊，4000多1平啊。好了，用书来当这个踏脚石啊，书来当踏脚石。这个游戏是《恶魔城4》，这个游戏是这么说吧啊，非常优质。我跟你们讲 ，SFC 这个就包括晨晨爸爸也在啊。这个 SFC 这个，我就感觉小的时候没有人有这个主机。我记得我小时候，对吧？我朋友有一个从日本进口回来的一个 FC 主机。然后呢，这个我呢是到了都已经中后期了才有的小霸王其乐无穷。然后呢，我那个哥们儿，我有小霸王的时候呢，他就有世嘉 MD 了，就是黑卡的那个游戏机了。他家富二代啊，有钱，然后我就没有。当然都是从 FC 跨越到 MD， 然后 FC 跨到 MD， 然后跨到世嘉、土星、索尼，然后再到街机，啊，都是这样的。啊，不是，对吧？都是这样的。然后再往后就是微机，就是微型计算机。然后呢，上网那时候我记得还有联众，啊，联众平台，这个可能是联众可以那个什么啊，可以玩那个什么四国军旗啊，什么什么的啊。然后再往后，那时候最开始玩红警，玩 CS， 都是这么过来的啊。
你在牡丹江郊区买了一套50多平米的房子，35万，那可能是有学区房吧，否则就是太贵了，有点过分了啊。好的，这不是遁地术吗？哈，这有点像遁地那个忍者遁地术啊，有点像给地毯底下咔咔的啊。我现在还有那个游戏机啊，可喜欢玩了。OK， 现在还有这个游戏机，我去。好啊，这是摇杆，这是摇杆啊。那其实现在不一样了啊，现在我感觉什么呢？我感觉好像就是有电脑的时候都可以模拟啊，然后插个摇杆就可以玩。FC 插卡的丢了，FC 确实是啊，就是。FC 是对于咱们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受的一个点。小的时候文化部有禁令啊，文化部是有禁令的，它是不让你那个什么的啊，不让你卖的。后来才是慢慢解禁，到后来这个网吧不让未成年进入，现在也一样，但是现在网吧都快没了。牡丹江有个叫铁岭河的一个郊区啊，叫铁岭河郊区啊，就它是一个。离牡丹江市里呢，还是有个15公里左右啊，15到20公里左右的距离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呢，最后一家网吧是我朋友的一个哥开的，他已经黄了。也就是说，整个这个郊区是没有网吧的了。好了，再感谢我们的晨晨爸爸啊，一手大飞机。所以我感觉啊，就是昨天直接就。啊，就是说的太暖心了啊！你可能晨晨爸爸不知道，前天我心态都崩了。这个倒不是说那个这个收礼的问题啊，主要就是前天有点嘚儿。不过这种小事儿啊，现在呢我也是这个吃一堑长一智了啊，吃一堑长一智了。感谢我们的晨晨爸爸再次赠送我郎的飞机啊！现在都有电脑，还有一点就是你们知道吗？有一种酒店叫什么？叫电竞酒店。就你们知道那个网吧5连座，这个酒店呢不是很贵，5个人可以住，对吧？5个人住，然后5台高配置的电脑。那我去网吧干什么呢？我虽然说这一个房可能花了个300块钱，啊，虽然说我可能花300块钱，但是呢，体验比网吧要好，对吧？你们可以穿睡衣呀，你们也可以搞基呀，你们也可以是吧？啊，对吧？然后你们这个你去网吧干嘛呢？是不是？反正真的是这个样子啊，真的是这个样子。其实今天我也可以陪这个晨晨爸爸喝点的，因为他刚才出去吃夜宵去了。如果家里现在有酒的话，其实可以陪着喝点。但是今天开车了呀，这个就有点嘚儿了啊。开车的话呢，我就得把车停到这儿。或者是等我朋友来帮我开走，但是我朋友来，他开走他还得走回来，这个就很难受了啊。好，我们看看，不喝了是吧？有机会喝啊。啊，对，这个我好像是这样的啊，我觉得是。就这个 SFC 这个游戏，现在如果能找到一个主机也挺好的，你们觉得呢？真的。这个晨晨爸爸在这个武汉的什么地方啊？是这个我不太清楚啊。这个黄冈是离武汉还有点距离是吗？啊。小的时候我也不去网吧啊，我觉得网吧太贵了。网吧2块，办会员卡2块钱1小时，不换会员卡是3块钱1小时。然后呢，现在是这样的，不是现在啊，就是但我说10年前了都。然后呢，最狠的是啥？就是它不是钱的问题啊。那你包宿很便宜吗？也不便宜，包宿从9块、10块到11。然后呢，也不能脱鞋，也不能什么的。好了，又是这老哥啊，非常优雅的一个西服老哥，但是就被秒了。总之啊，打这个 boss 啊，咱们只需要记住啊，就是你跟他莽就完事儿了，啊，不要怕自己费什么血，该补。但是这个 boss 呢，就这个逼样，你就一顿突他就完事儿啊。OK。
有机会一定要去。我去湖北啊，反正是挺想去湖北的。基本上来说就是没去过。他们这帮玩拳皇的人都说这个武汉特别好，就是武汉的这个，比如说这个玩这个酒吧的多。然后玩97的，你像马龙啊，这个酒吧也玩是吧？然后老黄啊，鸭王是吧？一会儿可以再看看什么节目。今天来的虽然说有点晚，但是该播。不过今天啊，好像是因为今天没有比赛嘛啊，我们就播会儿街机了啊。就是这个，因为攒了挺长时间的视频，也是正好可以传到那个网上，比如说 B 站啊，这个头条啊什么的。优酷啊之类的，好，可以看到这全是金钱的感觉啊！你踩到上面之后呢，都空了。这个有寓意啊，就相当于什么呢？就是你这个钱啊，对吧？它就不踏实，对不对？这个钱它不踏实的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它这是暂停了一手，我们啊，这个暂停，这个魂儿还往上走啊！啊，你看没看见？这个做的很有意思的啊。你看，这都是金银珠宝吧？然后都对吧？都是幻觉啊！好了，马龙是谁？马龙就是武汉成龙，不是。说句实在话啊，他虽然说不是职业玩97的，但是他也会玩97啊，也不是说不会玩啊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不是不会玩。这个龙怪怪的，你看啊，这是古龙啊。现在这个格斗区啊都是虚拟的，我狼也把握不住，对吧？这个你看它有8位攻击啊，这整个8方向攻击啊，这个设定是真的狠。你要知道那个合金弹头到第6代了才给你设计这个8方向的艾瑞，对吧？而且还是个特殊能力，真的是欺负老实人啊！啊，老黄跟你老黄我们倒是常聚，这几年倒是很少了。这个地方像不像那个马戏团里面那个第4关啊？老黄，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，王八蛋老板黄奕吃喝嫖赌欠下了3.5个亿，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。我们没有办法拿着钱包抵工资，原价都是100多、200多、300多的钱包，通通20块，太他妈狠了啊！去洗澡的 OK， 我们还是要播街机，有比赛正常是要有比赛播比赛的，没有比赛的话咱们就播街机啊。这个街机的人气也还是不错的啊。山东鹤子操险，牛皮666啊！现在这个我感觉他这个现在这个网上这个梗嘛，个人感觉什么呢？就是有意插，对吧？有意插花花不成，无意插柳柳成荫。就是你特意想火就不好火，你要是偶尔啊，你就真的真情。所以说做人嘛，就是还是要真实一点，真实才能打动人啊！你不真实、不真诚肯定不行，对不对？好。恶魔城的音乐，我觉得最经典的还是那个第一代的那个原版音乐，混音呢就不太好听了，没有那个味儿了，对吧？昨天擂台赛灰老 K 内卷严重啊，由于他们内卷太过于严重，所以就拉了。好的，这个蝙蝠，我操！就是这个蝙蝠好像身上装 LED 灯了，你看不看见啊？他装 LED 灯了啊！镶的宝石，好，还会卡斯莫西诺杰兹啊，直接秒掉，看起来还是不难打啊，对吧？看起来还是不难打。哎，身上都是钻石，价值连城。你看这地下全是宝石啊！
那这个德古拉这个又有钱，又长得又帅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还有土木建，对吧？土木工程，总感觉这个德古拉人才可惜了，真的太可惜了啊！好，神曲是吗？啊，你看这个是一个机械的，你看，好，果然是神曲。这个名叫什么恶魔城什么漆黑的什么什么的是吧？大哥，你好好跳啊！哎呦我天，这个好像有点难啊，感觉节奏不好掌握。卡西莫西诺基兹什么意思？影分身之术不知道吧？没看过火影忍者啊？火影忍者不就是吗？卡西莫西诺基兹。最狠的是还是那个吕布拜访诸葛亮的时候啊，你就说啊什么什么什么将军啊，啰啰嗦嗦，我记不得很多名字啊。好，那感觉这个玩这个吊环肯定玩得好，真事儿啊！我外行，不是没看过火影忍者呀。说句实在话，火影忍者啊，作为3大民工漫之一啊，死神没看过很正常。这个我也是挺嘚儿的，比如说海贼我就没看过，但是我的意思就是我是火影是看过啊，还有就是柯南什么的，对吧？这个音乐确实好。为什么没有那个音乐？就是那个，就是恶魔城1代那个一上来那个音乐，对吧？好，被拽着走，臂力非常强啊，臂力千仞，无欲则刚，一顿悠。好，屏幕当中的这个目标比较多，还是挺卡的。他建造这一个层真的好大呀，这个城啊！好，一拴，我操，这什么？一个全屏阵的感觉啊！大哥，他都悠到墙里面去了，这个设定，这个悠到墙里这个设定太狠了。德古拉伯爵，小的时候都知道这个什么公爵呀、伯爵呀、什么男爵。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，公侯伯子男，这个对吧？还是这个公爵牛逼，对吧？公爵大，那侯爵还对吧？这不就是木姨奶吗？这是纯木姨奶啊！巨人不是烂尾了吗？大哥拉了，让我想起了《双截龙3》里面最后那个，对不对？腰尾我从来就没看过，但是我听过腰尾的歌，就他那里不是也不叫歌吧，叫音乐啊，他的音乐就非常好听。好，每次打完了之后呢，都有一个新的路，直接走啊！哎，就这个音乐，但是改版啊，是混音版。
这个曲儿就是最经典的1代的那个音乐，只不过这个混音的没有那个味儿了啊。人家不说吗？巨人烂尾了啊，就是进击的巨人不是烂尾了吗？啊，它这个地图感觉好像都不可逆啊，就是说你不小心失误了掉下去了，好像还得从头来。好，这一顿太空步啊！这要揉大圈啊，揉大圈才能揉上去。哇，这个设计哇，好厉害呀！这个设计，我说，我操，这个飞行的那个飞行的踏板，然后直接往斜上飞，然后直接走，很强势啊！啊，无头兵。好，还是要等这个飞砖块啊！这砖块这个，哎呦我去，跳不好感觉要掉下去了，感觉。好，你说它这个动力到底是什么呢？它这个城堡肯定是有动力的啊，有动力系统的，不会是玄幻动力系统吧？或者说是对吧？好，来看看这关的 BOSS。这感觉这个 Simon 就是回旋镖队长。啊，来，这是一个瓦龙，还会替身之术啊，还会替身之术的瓦龙。好，好，感觉这个 BOSS 挺难打啊，秒不掉啊！这个 BOSS， 这个 BOSS 一顿顶闷闷，这东北话顶闷闷就是铁头功，直接抽死。这顶闷闷啊！这为啥叫顶闷闷？好，给了一个小腿啊，血量没加满，不过无所谓啊，这回加满了，可以可以，让你补充。现在已经没有回旋镖了，看不见，只有2个。好，来看看，这才是真正的瓦龙。这个有的时候该补心点补心啊。好的，2次变身，从一个蓝色的龙变成一个红龙，只要可以被连击啊，对吧？它基本上就可以被秒。不过攻击力你也看到了，确实很疼打的了。直接一爆，啥也不给吗？这么抠的啊！好，现在呢是又没有心又没有这个血，该补补一个大心可能能加不少啊。各种 BOSS 一起打，这后面是巨木，好的，镰刀死神。我操，感觉可以用用这个鞭子去挡，直接一打，还有3个心。我操，看，这是万象天野啊，那可能还会有神罗天征。好，这万象天野啊，撇了一个什么啊？这个有点像那个。他这个才是真正的回旋镰刀，你看啊，超级回旋镰刀，但是攻击这个方式比较低端，所以说微面啊。一看这个死神，我就想起来，我记得当年是
玩那个梦三国是吧？好像是梦三国。然后那个司马懿，好像就是死神，拿个镰刀。他的大招呢是可以斩杀，可以直接斩杀的人啊。为什么死了之后爆了一堆小镰刀？难道他要割韭菜吗？啊！哎，又是给了一个台阶下。好，灯亮，看，很有仪式感啊！你看，非常的有仪式感。这游戏给人的感觉非常好。哎呦我操！发生什么事？喂！我的妈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这给了一堆心，就直接补了一球子血，一球子心，直接给你补到99。这德古拉说，我那个仓库让他找着了啊。德古拉说我仓库呢，我这隐藏的仓库啊，玻璃栈道让你找到了。泰森的弟弟叫泰惨啊。好，我都是马赛克呢，这德古拉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是假的吧？全息投影啊！好，哎，还给抱大腿啊！我去，好。这还是扛干啊！但是你也知道啊，肯定还会变身啊，对吧？有人会给你一点补给，不得不承认啊，光拿鞭子肯定是不行，还得是回旋镖，看啊！你看又给大腿。这感觉想死都难啊，对不对？一会儿发大腿啊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这德古拉真是好哥们儿啊，真的是好哥们儿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要变了啊，要变了啊！好，还剩最后一滴血，变身是肯定要变的啊，想都不用想啊！KO。有一束光，那束光。好了，这时候如果那个，对吧？这个温家谱的补主啊，对吧？徐锦江扮演的，直接拿一个金蛇剑啊，金蛇剑剑月反光，见光杀人。不是，哎，没了。不是老德，这个老德发生什么事了？哎。不是，哎呀，这就拆迁了，我操！真嘚儿啊！你看，人家刚复活建立好的城堡让你拆了，对吧？明显就是什么？明显就是这个，对吧？这个。芳草天不要碧莲，是吧？啊，这都是开始那个幕后花絮了啊，幕后花絮了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最后也是感谢我们的这个诚惶诚恐啊，给大伙儿这个表演了这么一个节目。那这个节目呢，其实也是大家有看到了啊，其实就是还是原汁原味儿，音乐什么的虽然说有改版。当然，游戏啊确实比以前的要加了很多元素。事实上呢，在不改味儿的时候加元素，还有把这个画面改善成这么好，也确实不容易的，大家伙懂的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啊。据我后世解释，应该是可以快进的啊，对吧？如果快进的话啊，可能会发生什么事，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懂啊。估计没了啊。果然，估计没了，那就大家伙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